我前2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，那油滴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。然后我搜了一圈，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，也没有烧鹅可以吃，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，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。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，但现在物流太慢了，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。不过我发现了，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，那都绝非等闲之鹅。我们换了2个屯子，跟鹅扑腾了一整天，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，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。后来这鹅到了，我们的腰还没好呢，但也不想等了，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。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，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00-700一只，但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，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。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，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。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，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，就这么烤出来的鹅，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，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。后来实在没招了，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。在室温环境下，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，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，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。这一下可给我们熏迷糊了，就新鲜吃点东西缓一缓。用美团外卖订了不少好吃的，这一桌子全是硬菜。最近冬日热辣硬货活动优惠可多了，创意十足的百串福袋4折才不到40块钱，海底捞的冬日欢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，还有咬麻龙虾、99鸭、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。打开美团外卖搜狗送就行，点评论区也能直接参与。然后吃完饭再下鹅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谨慎了。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，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，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。后来我纠结了一下，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。这酸梅酱熬完之后，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。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，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，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。尤其是剁鹅的时候，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，看着可太爽了。我从来没敢想过，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。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，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了。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。等吃完饭之后，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，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，就都让我炖酸菜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，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，但是实在是没忍住，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。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，就夯夯坐床上打嗝啊。我爸下礼拜要去体检，说这2天吃点清淡的。你看没看着，多大岁数的人都干的现上吊现扎耳朵眼的事儿。我爸说你不懂别叭叭，我这叫自己糊弄自己。我心说这沙拉没油是吧？我妈说你搞了2块牛肉吧，头2天拌的油醋汁儿，你爸就是觉着不香，完了睁眼说瞎话，说老婆这菜馊了。完了，我爸看我炒了2个青菜，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。我说你帮我把这个虾呀、鱼呀、螺呀先端桌子上去呗。我爸说我就逗逗你，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能雷他们吗？做了一锅番茄鱼丸，还有一个鲜虾萝卜汤。我爸说怎么就觉得少点啥呢？我说你别找了，你藏进的羊排给你糊上了。然后他特意开车去买了1罐韭菜花。他回来问我焖不焖饭，我说你以后就吃粗粮吧。你看这个田园主义全麦面包就属于吃不胖的优质主食，这原材料是纯全麦粉添加的，一个面包热量才顶半碗米饭，你要有光煨一下子或者蒸2分钟，那能更香。真的，我爸这肚子逮谁谁问。大哥这几个月了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台饼、虾吧、带笋、灼鸡、牛拉、翻碗、老土尖、蒸班、葱螺、手羊酒。真的，我没见过哪个嘴这么急的人能减肥。我爸嚼着面包说，我也没说要减肥呀，我不行糊弄个好点体检报告吗？先给大伙洗洗散浴，再领他们泡一下热池子。来一下针灸按摩，扮演一下揉磨磨。这玩意儿扎着这么费劲，我为啥给他们吃啊？放生。我自己在家喝点酒，就喝这些吧，不胜酒力。没女的谁能喝呀？我爸来电话说，我85岁的奶奶正在对我86岁的爷爷口吐芬芳，让我火速支援。我他妈能支援个嘚儿啊？就喊我去吸引火力了，这是。反正好在我还有个弟弟，还有我寻我做几个菜去吧。我要不借个油子，那闭眼睛想都知道我爷在家发信号枪了呀。那我俩走了，他不更完犊了吗？先给我奶做了个小吊梨汤，先给他去火吧，但是没整太黏，我怕给老太太那假牙粘掉了。再烀个大肘子。我奶啊，这辈子最上心2个事儿，一个是我，
一个是肘子。我跟你说，肘子一道，气消一半。然后这两个，这都是老太太上饭店的保留曲目：荷塘月色、白灼西生菜，还有这个日本豆腐。每次我们在家订外卖，只要豆腐少，我奶就生气。我今天给他续满，我现在他吃不了都放冰箱里，明天接着吃。我这破嘴呀我！素泊汤我做的东北版的，牛肉吃完了我奶塞牙，我就放了一罐有大猪油的肘子罐头。这个菜就不用说了吧，我奶多大见着都鼓掌的大丰收，但前提是排骨必须得比豆角多。完我回头一数，算上饮料这7个菜，你说这他妈哪行啊？我赶紧的掏出个莲藕和肉馅，炸个丸子。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家规，就没有6和8，你别去我奶家。行了，我这就赶紧给我弟豁了起来，打包就得走了。我弟笑不滋的问我说：“哥，咱干啥去？野游去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快他妈闭嘴吧，给你姥爷平事儿去。”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和月、大丰、白皙、日豆。红肘、冬酥、藕丸。哎呀，我奶看那一桌菜，脸上终于有点笑模样了。我估摸我奶应该是消气儿了，因为我看她一直在夹肘子、夹肘子和夹肘。孙子，你比你爷爷强100倍呀！我就乐意说这句。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那给我们家人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上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，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的梗梗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子。完要过年，我姐也开始臭美了，染了个头，做了个美甲，还在得物买了个小金手链。我姐还挺会挑，这小金虎戴上真挺好看，再系个红绳，就太适合新年了。而且最近新年活动老打折，她也没花多少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过年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手链，新年走走鸿运呢。但是我感觉她这个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他们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啊，那是烤完鹅肝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块啊！你在家吃烤肉，让那个齐齐哈尔哥们刷着了，这顿给我埋汰呀！这个逼还特意给我送点料来。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我都懵了，我说大哥，你得开300多公里到这，你就带了一包料来吗？你就没寻思带点肉吗？完了，他告诉我媳妇管的严，带不出来，但是带了满分微气泡果汁。他说嘎嘎的，比骑士烤肉还贵。完了，着急忙慌就回去了。哎，我没明白，他这是假装瘦肉干啥孬叨事让媳妇发现了吗？哎呀，不管那个了，得亏我处过几个齐齐哈尔对象，对齐 BBQ 也算稍微有点了如指掌，要不我肯定给他媳妇打电话，要不。哎，这满分真看出好喝来了啊！这爹说上火的西柚的葡萄一个味干了一个，喝的嗝嘎。我看这都是水果做的 ，VC 含量贼高，这哪喝饮料呢？这不在这吃水果呢吗？哎呀妈，这口好像吃仨苹果。这个齐齐哈尔 BBQ 正式营业了啊！首先咱们来到荤菜区，五花、肋条、胸口、毛肚、牛子盖、羊排、大虾、肥肠。哎呀妈，哈喇淌裤衩呀！这边是素菜区，素菜区我都不想多瞅他一眼。这边是饮品区，一桌子满分呢，咱是文喝还是武喝呀？这小子永远也改不了到哪先点主食的坏毛病。这一顿呐，怎么说呢？这个肥肠、大肉片子、就着小蒜瓣、骑士蘸料，还有满分果汁冰沙。老话说得好啊，真是那个呀！我昨晚实在太饿了，我就想吃点带味儿的。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最有味儿的竟然是这玩意儿，这他妈啥味儿啊？原味不行就给它调味呗。那饿你咋整？也睡不着啊。水开你就给这玩意儿扔里，下姜酒，等它飘了给它捞起来。又他妈报警了，这不
这咋？这一个手咋扒呀？呵呵哈，可也太费劲了。然后你就慢慢扒去呗，拿出你等女孩化妆的耐心。那半个小时扒他妈这点玩意儿，这不够吃啊！不够吃好说，不够吃咱下料呗。我他妈不会一个手打鸡蛋呢。我这么大，我终于学会用碗了，不知道碗不碗。碗你收拾收拾锅，下蒜末和洋葱，甩点郫县豆瓣酱，这玩意儿才邪门呢，你不使劲不香。来糖、生抽、蚝油、水淀粉，把你扔那就行了。这功夫你别跟没事人似的，你把那面煮了，料包扔了，别留退路。鸡蛋、洋葱拌一下就好了。展示展示啊，上音乐。都快干啥了，就是有点慢。那煮个面条整他妈1个半小时，等会儿还得收拾厨房呢。有彩蛋吗？没有，谢谢，哈哈。